大家好啊！这两天呢，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女生，她呢在新加坡她在新加坡的医院里面呢去就诊，然后呢，她就是跟护士产生了一定的纠纷然后护士呢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呢，就是警察就来了，对她进行了一个调查。那在警察的调查的时候呢，他就拍了一段视频然后这段视频拍了以后呢，他就放在社交媒体上。这段视频呢，它就导致了变成了就是一个热点就两岸三地，包括中国台湾香港还有就是像新加坡还有海外的其他的华人呢，基本都参与了这个事件的一些讲述自己的观点那么我呢，就是今天也看到了这个事情呢，它的这个今天已经出了这个庭审的这个结果那我觉得也挺快的。这个庭审结果呢是这样子的是那个新加坡早报这个发的，他说案件过堂时呢，控方表示呢已准备好就其中4项控告，让被告决定是否认罪其余2项呢，在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那一共就是6项，对吧？4+2。被告接着表示有意认罪那他还是就认罪了，对吧？那法官呢，最终呢就批准被告呢以15000元这应该是新币，差不多面值人民币应该是10万左右。15000元保释在外担保人必须是新加坡的公民，且保释期间呢得遵守包括上交护照就怕你逃跑了。不得与受害者或控方证人联系等条件。那不得与受害者跟控方证人联系呢，应该是他怕就是你去要不就去骚扰，或者要不就是你去那个和解，是吧？过程中呢，被告被问及是否能找到新加坡公民担保他时呢，他回答说应该有然而呢，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星期五守在中央警署外，一直到傍晚6时5分左右，一辆相信载着被告的警车呢离开警署，应该是无法找到担保人保释他。就这个女的她即使在已经就是这种情况下面了，她还说应该有，是吧？其实她没有找到人担保她。然后呢，被拘留的被告若无顺利找到担保人将其保释外出呢，将移交监狱部门接手。就他有可能就是没有人担保他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是要去被那个拘留，对吧？监狱部门。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也不想就是对就是这个女生我们对她进行一个什么太多的批判，把她说的一文不值，或者说落井下石的说一个我们的同胞，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建设性，没有什么意思，对吧？就逞这种一时之快，但是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没有，对吧？我只是想就是我们理智的客观的就讲讲这个事情。对，那他其实呢，一开始呢，他其实就是被人撞了，被人撞了以后呢，他说他在医院里面，他跟护士呢，他现在已经认罪了嘛，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就是他肯定是对这个护士爆了粗口，对吧？那他在跟警察就是沟通的时候呢，他一再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他几个小时没看上病，对吧？所以他的情绪有问题，他就对那个护士爆了粗口。那其实呢，就是你跟这个护士你没看上病，你跟这个护士，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去骂他，对吧？你可以进行投诉，是吧？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你可以投诉。你跟这个个人，对这个护士这个没有必要。那我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吧，他呢就在这个事件上，他还添油加醋他就说什么，要是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看病，早就安排上了，早就看好了。他其实就是有一些说这个新加坡医疗的这个问题，是吧？那每个地方的其实医疗的情况或许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呢，就算吧，就是这个医疗上这个问题，就是你也不能去
就骂这个护士，侮辱这个护士的人格，对吧？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呢，对平时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骂来骂去的这种习惯啊，就是会有这种觉得好像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但是你现在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你去了新加坡，你吃个口香糖，可能你吐在地上或者怎么样，你也是一个违法的。或者说你有时候你去另外一个国家，你说我带2条香烟去，超过2条或者多少条，会变走私，对吧？就其实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就总是不会就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就以自己的这种标准，以自己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来就是衡量就是外面的一些标准，别人的一些标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对别人的一种说难听一点就是不尊重，对吧？因为你如果尊重的话，你起码也会顾及别人的这个想法，是吧？那这个警察呢？警察也是个女的。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很多人对这个女警呢，有的人说她就摆臭脸，有的人说她就是歧视中国人，有的人就说她是吧？反正就是一些说她不耐烦啊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警察呢，这个女警呢，她是护士报警就是过来的，对吧？这女的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她已经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了，是吧？那警察跑过来，其实对她就是调查这个事件，警察就很简单，就问她有没有爆粗口啊？她自己呢，就是在逻辑上呢，她也就有点，她就给你胡搅蛮缠啊。警察问她有没有爆粗口，那其实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对吧？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先问他，你说，那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对吧？你如果自己不清楚，你也可以说，我可不可以找律师来回答这些问题，这都可以。但她没有，这个女的她没有，她一边呢，她就拿那个手机拍人家警察的视频。其实你设身处地换一换，想一想，就是你如果是那个警察啊。不管是这个女的自己换位思考，还是所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这个警察，你去问问题，这个人跟你这样讲，然后他给你拿个手机拼命拍你，而且警察已经跟他说了，就在调查案件的时候不允许拍摄，是吧？那这个女的思维就是什么呢？她觉得我拍这个东西，我怕我吃亏啊，或者说我也要当做证据啊，她是这样的一种回复。并且呢，他对警方也爆了一个粗口，他说一个他妈的什么我他妈的什么什么啊，我看到这个视频里面是有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他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是投诉，他投诉到医院方啊，有一个医院的就是内部的调查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你去录这个视频啊，但你录视频，你说你不发到网上，我觉得是 OK 的，对吧？或者你当做证据，我觉得都是 OK 的。但今天是警察来办案了，警察都已经跟他说了，就不能够录这个视频啊。警察是有权利，肯定是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他们而且是2个警察，不是1个警察，对吧？还有一个男士警官在那里，他还在那边录。那我觉得就是警察对他的语气，确实就产生了我觉得一定的这个。说不耐烦也好，或者说就觉得很难跟你沟通嘛，是吧？因为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如果你确实真的是爆粗口了，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你如果承认你的问题，或者说你愿意就是和解啊，愿意承认错误啊，愿意道歉啊，我觉得这个事件就不会发生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但是呢，我觉得他没有，他就是主观上呢，他就是觉得，反正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对吧？他说我被车撞了，也没人管我什么，反正他又把另外一个事情给牵扯进来了。那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警察他还是挺，职业的，挺公道的呢？就没有去欺负他，或者说没有去，就是歧视他。我认为警察可能不喜欢他这个人，这个是可能的，对吧？但是他没有，我觉得因为
这个事件他去歧视他什么？因为警察跟他说了，就是说他说你被那个撞车了是吧？这是交通警啊，就你事后你可以去交通警那边你去报警去报案怎么样？然后我这边呢处理的是那个护士过来报的这个案对吧？是这个事情我来了解的。而且也跟他就是对他其实什么拍视频啊，或者说他要拍那个警察的那个卡牌，都已经跟他说了是不能拍卡牌，不能怎么样。因为如果这个警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啊，他其实可以不回答就是他的脚的这个问题的，对吧？因为他直接就说他说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你应该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清楚，你自己去解决。我现在就问你这个事情，但他没有，他其实还是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个事情是属于交通警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事情上，虽然我认为这个警察他是有一点那个怎么说，他没有笑脸相迎是吧？因为他毕竟不是来给你提供服务的，对吗？他是别人报案了，把你当一个被告，当一个犯罪嫌疑人啊，就是来问你问题的是吧？那后来呢？他还说了什么？反正就是他也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吧。这个女的，她又说了一些什么？你猜啊，或者说什么？别人问他有没有说粗口，说你猜，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去调监控什么？因为他让警察去调监控，去什么？其实这个是一个警方自己去办案，他有他的一个流程，是吧？警方不用你来教他怎么去办案，对不对？啊，你说你家里出了一个什么案，你要叫警察要调他这个调他那个，警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案的这种方式。警察现在来问你，就是他在办案，那你就配合警察，你把你的情况，这个世界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你就直接的回答问题，或者你不想回答，或者说你找律师，这都可以。其实这个很好解决的，是吧？或者你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边的法律或怎么样的，对吧？但我想寻求律师的帮助，这都是可以的。但他没有，他直接就是又去怼这个警察了啊！那不管是因为就是他脚受了伤啊，就是医生3个小时没给他看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对吧？或者自己情绪的问题，就是他从这个护士他不管是去爆粗口啊，还是怼他，然后又去怼这个警察。从看到这个视频，这个时候我其实就知道啊，他基本上他就问题大了，对吧？有些网友啊，就把这个事情呢又上升到一个什么新加坡人歧视华人啊，歧视中国人啊，或者说就把这种事情搞了舆论很大的这种方式，对吧？去不管是博取流量，还是就是说为了满足自己在网上去跟别人就是这种好胜心，是吧？我觉得真的这个是害人害己，真的是害人害己。你看今天这个女的最后像这种情况，那你说这些网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给她找律师呢？或者对她有帮助呢？现在她可能孤零零的自己被关在监狱里面，就你们在网上就是为什么就不对他当时，因为他当时把这个视频发到了抖音还是什么小红书，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抖音上嘛。其实你们可以去下面进行一种劝他的呀，你可以去跟他讲呀，对吧？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不停的说他素质很差，去骂他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他也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这种大的事情，是吧？他还年轻嘛，对吧？未来的路还很长。对吧？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就我们就事论事，不是去针对这个人，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没意思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的，真的。我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个在美国就是有一个女的，她好像是在公寓里面不肯搬出她自己的房子，然后被那个警察他拿把菜刀，然后警察就把她给射杀了。其实越是事情发生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没有什么好去就是赌气也好，或者说你一定要有这种好胜之心，或者一定要找一些借口就把自己说赢了。其实这个事情，即使你说赢了，
哪怕你骂了这个护士，或者说你把这个警察也给说的就没声音了，又能怎么样？我相信，就他到今天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他之前他就有这样的这种事情，然后呢，他凭借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他的这种经验，对吧？他就赢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最后他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有时候说，就你吃点小亏就不要去什么事情都要争强好胜当然，我们最后希望他能够安然无恙，对吧？希望这个事情也能够给他留一个教训，对吧？但我觉得，就真的也不要上升到什么中国人都没素质或者华人什么歧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样也是很不好，对吧？毕竟就是这是一个事件，然后呢，也不代表就是所有的人，是吧？我觉得不要把它给放大的这种去看，好吗？谢谢。